欢迎大家观看 Bitcoin SV 智能合约开发系列教程。我是 Ascript 项目的联合创始人兼 CTO 王一江。Ascript 是 Bitcoin SV 网络上专用的智能合约高级开发语言，它的目标是使开发者能够高效便捷地开发安全经济的比特币智能合约。除了这个专用的语言之外，我们团队还提供了多种与之相关的开发工具和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基于 VS Code 和 Web 的专用开发 IDE， 为其他各种应用语言，例如 JavaScript、TypeScript 开发者提供的集成 SDK， 以及帮助开发者快速入门的合约示例工程等等。本视频系列的教程的主要内容是围绕使用 Ascript 语言开发比特币智能合约的相关工具、服务以及示例合约的深入讲解介绍。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快速学习和使用 Ascript， 构建出更具有创新性、实用性以及低成本的区块链应用。好的，那下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是区块链智能合约入门。首先，我们来聊聊什么是区块链智能合约。相信看视频的朋友对区块链合约这个概念已经有所了解了。不过我觉得就像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一样，大家对这个新生的概念可能都有着自己不同的理解。下面我想来先说说我自己的理解。智能合约这个词其实已经有很多标签了，比如说像什么智能化、自动化、不可篡改、去中心化等等。我第一次听说它的时候，确实有一种体验，就是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感觉很高大上的那种感觉。但是当我真的深入去学习和了解过后，我发现它的这个特质其实并不像是这些标签所标榜的那样。那么在我看来，首先，智能合约它其实就是个应用程序。它就像我们每天习惯使用的任何程序一样，它都是由开发人员编写的，并且由机器来执行的。所以那些什么自动化、智能化什么的，我认为并不是它专有的特质。可能有些人喜欢拿这个智能合约和传统的合约，的执行过程来做比较，说这个智能合约可以更加严谨的，更加高效的执行啊。还有一种说法，所谓是 code is law，说它这个智能合约没有模糊性和二义性，能够跟这个传统的合约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并且认为这就是这个智能合约最大的一个特点。当然，我不是否认这样的说法，只是我觉得所有的智能合约其实就只是应用程序而已，对吧？它的正确性本身其实是由开发人员保证的，没有任何一个开发人员能够保证说他写出来的程序一定没有 bug，对不对？那么，同样的就是智能合约本身自己它是没办法保证说自己一定是正确的、无二义性的所以在这点上来说，这个也不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其实，在我看来，真正能够让智能合约和传统合约、传统程序或者是我们刚才讲这个程序，能够有所区别的，只有一个特质，就是说它是一个可以分布式可验证的程序。那么，什么叫分布式可验证呢？就是说，给定一个智能合约以及相应的这个输入条件，在区块链网络里的任何共识节点上运行它，都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这个就是所谓的分布式可验证。如果你想问这样的特性有什么用呢？那我觉得，只有拥有了这样的一个特性，才能够真正的去做到去中心化的信任，很多事情才可能出现，或者是才有了变得更好的一种可能。所以，在我看来，其实区块链智能合约就是一句话，它就是可以运行在分布式网络上，并且实现了可信计算的应用程序。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智能合约的核心的这个特点。那么下面我们来举2个简单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说，我们想办法用智能合约实现一个公开透明的这个投票系统。比如说投票前所有这个选举人的名单、候选人的这个名单，可以在这个智能合约的这个创建的时候指定。那么当开始投票的时候呢，每个参与者通过发送一个经由自己签名过私钥签名过的这个投票信息进行确认。之后网络中的共识节点可以分别的去确定，这个并且达成共识，将最终的结果记录在区块链上。这样一来，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再次去查看，并且去验证最终的结果是不是如区块链里存储的那样。那么其实在大多数以 DPoS 为共识机制的公链的底层都已经实现了这样的一类合约，它们是用来推举出出块节点的因为有可能出块节点它是会在不断的轮换中，它是靠选举来推举出来的。第2个例子我想说的是说，构建一个高效快捷的供应链分账合约。传统的供应链中分账期对于其中的这种非核心的中小企业来说是个很头疼的问题，因为你不知道你的这个核心企业会拖你的账拖多长时间，有可能是1个月、2个月、3个月，甚至是更久。所以假设如果说我们能够做出这样的一种智能合约如果当每次这个终端用户消费的时候，这个终端用户的真实的这个付款或者是说供应链中的任何一次真正的消费付款，都不是直接付给这个终端的销售企业，而是支付到一个智能合约内部，然后再由智能合约根据这个提前约定的分配方式，在供应链的上下游自动的进行分账支付。如果使用这样的一个合约的话，明显它就可以提高这个整个资金的这个效率，然后缓解这个中小企供应商的它这个资金困难。当然，这个前提是说，这个总体的支付成本要低于现有的这个结算。好的，刚才我们举了2个智能合约可能的这个应用场景作为例子来说明一下这个智能合约大概是的一个概念。那么接下来想跟大家聊一聊的这个问题呢，是说智能合约一般是怎样运作的？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智能合约运作，这个过程中可能涉及到的几个不同的角色。第一个角色呢就是开发者，开发者通常就是说这个智能合约以及这个应用的开发人员，那么这个是比较好理解。第2个是智能合约的执行者，通常这个执行者是区块链的记账节点那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矿工，大家听说的矿工其实就是这个智能合约的执行者，他是对账本有写权限的。第3个角色是这个所谓的智能合约的验证者。那这个验证者呢，通常的角色可能就是说钱包，或者是你本身的这个应用，因为这个智能合约的最终的调用需要有一个角色来进行确认，说这个调用是否完成，对吧？那它需要有一个验证者的角色。第4个角色呢，就是普通的这个用户，用户可能就是这个合约真正的使用者。那么从这个智能合约的这个大概的这个执行的流程上来说，我们大概可以分成这样几个阶段。相当于第一个阶段肯定是说智能合约由开发者进行开发、测试以及最终部署到这个区块链上。之后呢，用户可以通过这个使用这个产品的过程之中产生这个合约的调用。那通常这个合约调用的实现可能就是说向这个区块链上发一个合约交易。接下来呢，这个验证者去验证、执行，并且记录
这个结果，相当于对应于这个矿工可能会去进行这个交易的验证打包最后生成区块，这就相当于 OK。如果你被这个写入了区块链账本，那相当于这次交易是成功的，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合约的调用相当于是成功的。最后一步呢，就是说验证者通过这个链上的记录，然后确认了你这个合约的调用的有效性，最终反馈给用户。这样的话，通过这样4个大概的一个阶段和执行的这个步骤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智能合约它是一个怎样在这个现实中的一个运作的方式。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是说，这个智能合约我真的在应用中应用智能合约的话，它会涉及到哪些成本？这成本其实目前我们看下来，其实也有分三块吧。第一块就是开发成本，这个应用开发成本呢，实际上就是指你要开发一个智能合约应用所需要付出的给开发者和你的开发团队、技术团队、产品团队这个去花费的这些费用成本。那这个费用呢，相对来说目前是不太容易估算的。为什么？一个是说，首先作为智能合约应用的开发者本身，这个人群还是比较少的，对，相当于是这个现在还都是一个非常早期的一个阶段。那这个能够找到有技术，然后并且相对比较熟悉的这个开发人员，这个成本可能会比较高。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你能够顺利的去开发一个能够支持智能合约的应用，那么第二个需要考虑的成本就是它的执行成本。执行成本其实就是指的是这个矿工的手续费用这是指的是付给区块链这些记账节点的执行的成本。那这部分成本费用相对容易估算，因为不管是哪一种区块链，它都会有相对明确的矿工费用的计算方式。但是这里可能需要注意的是说，很多区块链上这一部分的成本其实也是浮动的，因为大家会根据这个网络的状态有所调整。比如说以太坊在拥堵时和它平时所需要付给矿工的手续费可能会有几个数量级的差别。那么第三块成本，实际上我把它称作验证成本。那这一部分的成本是指的是为了验证合约这个执行状态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它可能是开发者去运行一个网络节点以便验证这个合约交易最终的这个状态所需要付出的这个机器的这个成本，也可能是说 OK 去使用一个第三方服务来完成这个类似的任务所需要支付的一个成本。那这部分成本呢，实际上是相对比较容易估算的。OK，刚才讲了说这个智能合约，如果它如果想要去运作的一个智能合约，去实现一个智能合约的应用，它是需要去了解哪些方面的这个知识包括成本。那么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区块链这个是如何实现智能合约支持的从技术的角度聊一聊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要设计这样的一个能够支持智能合约的区块链系统，它必须要具备的3个核心的系统要素，它们分别就是智能合约、智能合约的虚拟机以及这个区块链的这个账本。智能合约其实我们可以近似的看作是平时使用的这个应用程序，比如说桌面的应用或者是移动的应用，它们可能是由不同的开发者为了满足不同的用户需求各自独立开发的，而且不同的平台上，就跟这个不同的平台上开发者使用的开发语言也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安卓开发可能使用的是 Java，那 iOS 开发可能使用的是 Objective-C 或者是 Swift。那么在不同的区块链上，
这个智能合约的开发语言可能也是不一样的。第二个重要的系统元素就是说，合约的这个虚拟机。合约虚拟机其实我们可以等价的把它看作是操作系统，因为任何智能合约它都是在合约虚拟机中执行的。虚拟机提供了最底层的这个接口以及能力。那最后一个要素就是区块链账本，实际上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数据存储。那智能合约运行时对状态的任何的这些更改呀，这些记录，最终都可以写入这个存储里边。那通过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简化的一个描述，我们可以更容易的去理解智能合约实现的一个底层的一个逻辑和设计，系统框架的设计。那么在刚才这种我们所描述的这个智能合约加虚拟机加区块链账本这样三合一的一个系统框架下，那么我们可以把智能合约的这个运行机制简单的描述为智能合约通常是由区块链的这个外部交易触发，经由虚拟机运行，最终改变区块链账本内容的过程。这个其实是我们如果想用一句话来理解这个智能合约的一个运行的机制，那可能这样的话是一个比较简单简易的一个描述。那这里其实我们还是想强调一下，说这个智能合约虚拟机它的设计实际上必须要满足一些基本的约束，尤其是这里列的两个约束，一个是确定性约束，一个是可终止性约束。那第一个确定性约束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说在这个不同的这个网络虚拟节点的虚拟机对于同样的智能合约代码以及上下文环境，那么它们运行过后必须得得到确定并且一致的结果。这其实对应着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的智能合约的一个关键的特性，即分布式可验证性。如果不同的节点的虚拟机运行这个智能合约后，这个结果都不一致，那么就没有所谓的共识了，也就没有所谓的这个可信计算了，对吧？那这一点如果引申出去的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在一个智能合约里面，其实是不太容易随便写进去一个随机数的，对吧？那这个东西实际上在不同的节点上，可能得到的结果是不确定的。那这样一来，这样的智能合约是没办法满足这样的一个基本约束的。那第二个约束呢，是说智能合约必须是一个可终止的程序这也很容易理解相当于说你不能写一个死循环进去，这样的话你让分布式的节点去做计算，这样肯定是没办法达到一个有效的结果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智能合约本身它的这个计算必须是可停机的，那就是说它要满足这个可终止的这个基本约束。这里我们也可以简单介绍几个常见的区块链平台以及他们这个智能合约的这个开发语言比如说这里就列了3个吧，最简单也是最常见也是比较火的一个是以太坊，它的这个合约开发语言是 Solidity。第二个平台呢就是 EOS 的智能合约的开发语言是 C++，然后 Tron 的这个智能合约开发语言它也是支持 Solidity 这智能合约。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下面我们将进入 Q&A 环节，有问题的同学欢迎积极提问，谢谢大家。OK，刚才讲的这些，其实是主要是今天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了一下这个智能合约本身的这个概念然后我看这个留言区里面大家还是有一些问题，然后这边我让那个李姐帮我收集了几个问题，然后接下来我先一个一个回答一下吧。对，然后首先我看是这个有朋友问这个说了这个刚才讲了一些例子，可是还是不太明白，就是为什么非得使用智能合约
来做这个应用的传统的这个应用，不是也挺好用的吗？这个其实刚才在讲的这个过程中，我也是这个也说过啊，就是说这个智能合约本身它有这个去中心化、这个可验证、可信任的这样的一个特色，这个是传统应用所不具备的。所以呢，就是这个从现在发展情况来看，未来实际上在这块是一个还是非常有这个潜力的一个空间。对所以说去中心化、可信任、可验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使用智能合约的一个原因。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说刚才这个是哪个朋友问的？说是这个好奇为什么不使用以太坊语言去开发这个智能合约？开发者很多，难度也很低。对这个，因为很多人确实之前可能只听说过用以太坊来做智能合约，而且以太坊确实是从这个打着智能合约这个特色出道的。那之前我觉得主要来说可能是我觉得是可能有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之前这个BTC包括 BCH 他们对这个本身对这个比特币这个脚本，因为比特币脚本是比特币智能合约的实现的一个基础，他们对这个脚本本身的使用是有非常大的限制的。这个事情直到去年2020年这个2月份BSV Genesis 升级以后，然后在 BSV 这个网络上才恢复了所有的这个脚本能力，这才为这个灵活可用的这个智能合约提供了一个基础。在之前相当于很多脚本是被ban掉的是不能用的。对，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首先是一个主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比特币这个脚本本身，因为比特币智能合约我们今天只是做一个只是从非常非常 general 的非常这个泛的去讲一些概念，但是我们之后的课程可能会讲的会深入一点。那之后大家可能就会学习理解到，就是说比特币智能合约它这个使用的原生的这个比特币脚本的学习门槛是非常高的这个相当于是大家在用汇编语言来写这个程序，那这个实际上相当于阻挡了绝大多数开发者进入这个领域进行开发。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 Ascript 项目想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通过提供这样的一个高级语言，然后相当于大家只要写 Ascript 的这种类似于 JavaScript 的这种高级语言就能够开发智能合约了，而不需要去关心如何用比特币底层的这个脚本来做智能合约开发。这样的话可以大大的降低这个门槛。当然，以太坊确实是因为它这个做得早，而且本身呢它的这个提供的这些工具这个工具链生态也比较完善，那确实在目前来说是非常火热的。但是我觉得从长期来看，这个长期尤其是指的是之后这个从性能的角度上来看，因为以太坊堵了，其实大家如果熟悉的话，其实它堵了不是1天2天了。那现在的这个2.0的这个升级，其实都是为了解决性能的问题，但是它天生其实是有这个，因为它的这个账户模型本身会有一个非常大的限制，在这个可并行的这个效率上会有一个非常大的限制。那这个限制在Bitcoin SV 上，在这个我们的 UTXO 模型的这个底层设计上，实际上是天生它是可以用更好的解决方案来解决的。那这个我们也会在以后的这个课程里面会更详细的去介绍一下。对，这是为什么就是大家可能之前听这个以太坊的这个智能合约多一点，但是听比特币智能合约比较少，甚至没有听说过的这样的一个原因。OK，然后我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就是说还有同学问就是 BSV 上目前有虚拟机环境吗？这个其实就是每个矿工实际上他们在运行这个节点的时候，肯定是在运行这个节点本身里面是有虚拟机环境的，然后会有一些这个第三方的这种开发者库，比如说 Moneybutton 的这个 BSV 库，它内部也是内置了这个虚拟机可以执行这个比特币脚本的虚拟机这个是可以用一些第三方的库，也可以都是有实现的。对，然后
我看之前还有说这个为什么啊？刚才讲到的是这个为什么智能合约验证也有成本啊？对，这个其实就是说，因为你的智能合约这个你发交易实际上是花手续费，但是这个交易发到链上以后，那实际上这个交易有没有成功，然后这个交易究竟被执行了，被哪些人执行了，执行了多少次啊？然后它之后的状态怎么样去变化？这些其实呃都是需要有一个节点来帮你去做这个节点，不管是你自己去跑，还是说用这种第三方的这种服务来说，你都是需要花费一个机器的成本或者服务费的成本来验证这个合约的交易是执行完毕的，因为你不可能说是我做了一个交易发上去就不管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智能合约本身的验证，它这个验证智能合约执行成功，它肯定也是有有成本的，对。然后对，还有同学问，就是说这个对比特币智能合约开发有兴趣，但是不知道从哪儿学起，有哪些资料可以看我觉得对这块儿其实目前网上这个资源我觉得还是挺多的就推荐大家，比如说可以先从基础的，可以先从这个 Bitcoin SV 的这个 Wiki 看起，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如果大家对我们这个 Ascript 有兴趣的话，我们的官网上，然后包括我们的文档。然后还有包括这个一些博客 Medium 上的博客 CSEN 的博客然后都有对，然后还有就是推荐一下，就是说之前这个和 CSEN 合作的这个BSV 专区里面，其实现在也有非常多的内容，好的内容可以供大家去学习最后嘛，就是Google 或者百度对搜索引擎，实际上大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可以通过这些渠道去了解的。OK，然后行吧，我觉得可能今天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吧，这可能就是40分钟左右。对，然后我再就是总结一下吧，就是说今天的这个课程，刚才我看有同学也说今天讲的非常虚讲的非常这个抽象。是的，因为今天讲的这个课是这个系列里面的第一节课，它是一个非常抽象的这个入门的，只讲一些概念的东西。因为有些为了照顾有些可能对智能合约有点兴趣，但是没有怎么接触过的这个同学，他们的这个需求，所以说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更抽象概括的一个入门。那么之后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课程刚才其实也在在这个直播开始的时候，其实也说过，我们其实整个系列是围绕着介绍如何使用 Ascript 开发比特币智能合约这个主题包括里面主要涉及到的就是一些开发语言Ascript 语言开发工具，然后甚至一些合约的一些 demo 合约的一些介绍，然后一些开发技巧，然后一些技术的详解。这个在后续的这个课程里面会陆陆续续跟大家去来做这个介绍，所以今天就是作为一个开场，对，跟大家来这个先预热一下，希望这个对这个 Ascript 的开发智能合约有兴趣的朋友们，然后继续关注我们，希望能在接下来的这个课程里面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多的一些干货吧，让大家能够快速的去学习和使用起来。因为我们相信就是说这个东西只有大家一块来建设这个生态才会有不同。对，然后如果大家都只是袖手旁观，不下场来搞，那这个事情永远都只是现在的一个状态。行吧，我觉得今天差不多这个时间也差不多40分钟可能也跟一节课的时间差不多。那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来看我这个直播对，也要感谢。